所以呢，问题是在那个障碍。那么我们把那个障碍当作是问题，它就是问题了。所以你们做事情做不成，业障深重。推一下，可是心里面可能觉得，责任推掉了，或者是心里面感觉到说，很沉重，受不了。就看你什么态度嘛。你看那些人明明知道，但是他觉得一定要做在赛车，然后所以现在呢，以前他们很多没有这个，可能不是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想到，现在真的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一些情景，真的是蛮好玩的。你发现他们已经熟悉了所以这个障碍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继续把这个障当作是一个障的话，那就是一回事。你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的话，它就不是一回事。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过程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过程然后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是，假如大家都差不多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受苦受难了那就好像没事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你发现他说大家都很好，只有我不好，那你心里面呢，感觉到比较不舒服了。那为什么大家都好，只有我不好呢？要不要检讨一下？要检讨一下，对不对？明明都顺畅的，为什么遇到你的时候你就不顺畅了？所以这个反省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造成的大家都这么好，只有我不好，那么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那么这个说法也会让我们心里不平衡，都觉得说这些问题呢都是别人造成，然后我们把它推出去，但是推出去呢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那么如果你习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当然你也不觉得有什么障碍，但是呢你的问题就永远处理不了。所以我们整天在想象中的就是一切事情顺顺利利，不希望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出现了很多这些障碍。其实呢这些障碍里面呢有很多真的是所谓的魔障那这个魔追本溯源的话，其实经典里面有讲包括我们在这个尤其禅修我们的智者大师对这个禅修呢体验很丰富，而且呢他对这个禅修的我们说体验以外，他还有很多的理解，因为他涉猎所有有关的这些著作包括经典论点，然后还有他自己的经验，还有其他禅师的经验。所以呢他在教我们这个止观法门的时候呢他教了我们这个方法所以很有系统的方法，叫做25方便那么这个25方便呢，他讲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幽静的环境比如说我们需要有人护持我们，有人教导我们，有人跟我们一起用功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饮食要具足它，衣物也要具足保暖然后这个三餐也要具足。你看你们现在在用功，是不是
具足这些条件啊，你们来这个道场很清净，对不对啊？远离一些尘嚣啊，可能有些同学还特地为了要感受这份宁静，然后过来了啊。尤其我们禅修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有人在领导你们唱诵，有同学一起来唱诵，然后有人护持你们，然后护持你们的时候呢，你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这个识就具足了。那么一呢你们天气冷你们就用各种衣来保护自己，对不对没有想到我们这边更厉害的就是你的衣服不够，我们还可以提供哇，太厉害了所以都具足了吗所以我们来用功很方便。然后用功的方法如果是小止观的教学，当然就教我们打坐静态用功，还有我们在动态用功。那你们要感受这个，就上进禅堂就可以感受到然后具足所有的这些条件来用功但是呢，智者大师更进一步的，他把这个方便25方便叫做外方便，就是我们在用功修行的需要具备的条件，然后需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内方便，方便就是善巧的方法。他就讲到我们在用功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障碍我们打坐的时候会有很多状况出来，包括你们用功修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状况呢出现的有些人一用功他很多问题就来了那我们发现到说，大家在这个诵经法会的时候呢觉得很顺，那有些人呢甚至想要进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多生理的这种什么病什么就跑出来或者念到一半呢身体就不舒服什么这样都会有这些问题出现。那一般上呢我们都认为这些就是障碍。那么打坐因为进入到内心更深层的，所以它的障碍更多。那么智者大师就分析给我们知道就跟我们的就是他这个障嘛，那么其中讲到这个魔障的时候呢有几种魔。那么最麻烦的魔是什么？心魔都是你的心魔心魔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你打坐妄念烦恼过去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死流转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造作了很多的这些业那么这些业呢潜伏在我们的八识田中从唯识学的角度或者普遍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讲或者在意识里面。那么潜意识意识的功能里面呢有一部分它是要收藏这些，因为我们执着，那么这个业呢它就会被收藏在那个部位。那后来呢唯识学进一步的就讲说有这个八识，那么八识呢它有一种作用就是会收藏那么收藏的时候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呢会触到那个收藏的，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意识，然后如果唯识学第7识又第8识这样子讲，就是要把那个意识的功能把它更详细跟它分得更细，然后告诉我们有不同的层次。其实呢我们在用功的时候，我们比较外在的意识的作用呢，它就浮现出我们的某一些记忆可能你最近发生的事情打坐它就浮出来，然后慢慢做下去更近的时候呢，方法慢慢用好的时候，更深的更久以前的就浮出来，甚至有时候你发现到说你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的，可是它就浮出来。所以有些同学呢稍微打坐一下呢，一大堆这些妄念出来他都没有经历过的，
或者是这些妄念出来的时候，就会干扰他的身心，让他的身心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冲击性，然后他们就挂碍了然后一挂碍的时候呢，就更多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智者大师就告诉我们这些你要注意什么状态什么状态，分清楚了，然后告诉你这个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然后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它，过了所以天台止观这个法门实在是非常的完整连这一些问题呢都会谈到。其实类似这样的一种指导呢，反而在其他系统的禅修不一定谈到，但是天台止观呢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智者大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他非常的有经验，而且呢他参考其他的那些禅师的一些经验，当然经典论点的资料他也有收集，所以很完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就怎么去处理它那么这些呢，如果我们在普通的心里面呢，什么走火入魔啦，什么障碍啦，什么一大堆的那种妄念就跑出来了，就怕了所以你们有一些同学怕了怎么办呢？很简单，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念佛你把这个佛号提起来，维持在正念的时候，这个问题它就不干扰你了。你一直坚持念佛如果你是用观呼吸的方法，你就专注你的呼吸，回到你的方法，那么你慢慢发现这些心理的这些妄念什么，慢慢它就消失了，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懂得方法的话，它就不是问题了；你不懂方法的话，它就是问题了所以这个障是不是成为障有外在的条件，外在的因缘，也有内在的因缘。我们刚才讲在高速公路堵塞的时候，有一些人呢就烦躁不安我就是会这样子，就觉得是障碍咯，看不到头可是我们发现到有一些人他还轻松他不觉得这个是问题他觉得在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可能前面有什么问题有些时候你开到那个车通了，看见前面没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修路，也不是车祸，什么都没有，就是塞你就气了，哎呦，这些人前面那些开车的人开什么车，不会开就不要上来嘛然后又起烦恼了，对不对？那这个起烦恼是你的事不是这个外在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有时候有点急性甚至我们有一种观念比如说我认为比如说从太平到吉隆坡顺走3个小时3个半小时，他竟然走了7个小时，不气死我了对不对一路上又不通又塞障碍我们要做的事情以为说做好了还有一大堆问题那有一些人考试考不及格要多1年有些人想到多1年我在痛苦眼看同学一个一个过关，他没有过关，痛苦这个是你的障碍了那么你没有检讨，为什么人家都过关你不过关呢是那个考官故意不给你过关吗？好像又不是是你自己成绩没有那么好。成绩为什么没有那么好？当然有它的外在的因素跟内在的因素咯。那我们如果不去想这个的话呢，你看整天起烦恼。所以呢，这个因缘出现的时候
它表面上外在的事项，它就阻碍了你，障了你，让你有一些事情呢不是那么顺利的，或者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障碍。当然有一些障碍真的是很严重的这些严重的障碍也各种各样了。比如说考试的时候你就生病了，然后一大病，然后不止今年不能考，过几年还不能考，躺在那边，这个障碍很大。那么你怎么样去面对它？这个就是我们关键了。所以我们讲这个障，我们先知道这个障会不会成为我们的魔魔两个情况，一个是障碍你，一个是磨练你你用它来发挥什么效果？然后我们再讲到这个业，很多人动不动就业障。业这个字呢，在佛教里面呢，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有人呢就专门研究业这个字呢，可以写一大篇论文搞不好呢还可以去读一个学位出来因为在经典里面呢，用业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有蛮多意思的。那我们讲，比如说，因为这个字翻译成中文呢是翻译成业但是业在我们中文里面呢原本就有它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你们读八正道的时候，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你们读到正业就以为是正当的职业或者是行业，可是呢在八正道的正业里面呢是身口的这个造作叫做业，那么跟生活有关系的叫做正命要弄清楚了。正命就是正当的这个职业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要有工作，然后去得到这个酬劳，然后过你正常的这个生活，这个叫正命所以有几种呢不正命不正命就是你从事这种行业的话呢，它是不好的它会伤害到众生或者是伤害到你自己他讲正业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身口的一种行动，甚至意的行动也可以叫做业。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直接用业障呢？其实显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假如它形成一个障碍的话呢，就已经形成的应该是叫做报果报嘛，果报形成了那个相已经现出来的，这个就是果报。那么所以应该是一种叫做报障果报形成的一种障碍。那么这个果报之所以会形成障碍呢，跟你的果报有关系。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就跟你的业有关系，业就是你的造作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造作呢？就跟你的心里面的烦恼有关系。这个烦恼里面呢，有无明，有贪嗔